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芷哥。北京这场四中全会看似平静结束，实际上谁都没赢，也没人敢输。习近平没下台，张又侠没输，军委依然缺3席。这不是权力稳定，而是延长赛的开始。就在全会还没开始前的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突然出手，宣布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案件移交军检。这一招先公告后表决，等于张又侠联手中共元老提前下棋，让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还没等全会讨论就被先行实锤。等全会走到处分环节，中央委员们只能顺水推舟举手通过，想反对也晚了。这就是老派军头的手法，用节奏锁死局势，用程序掩盖权斗。中共4中全会公报当天，果然照抄国防部的内容，把这批军头的处分合法化，形式上是全体通过，实际上是被迫签字。本次中共4中全会上的中央委员，大部分是习近平亲自选定的。如果按照以往程序，先提出将何卫东、苗华等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表决通过罢免他们的官职，这是很难通过的。张又侠与中共元老们下了一步棋，这步棋关键在节奏。中共4中全会要到10月23号才落幕，但在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就先把9上将的处分丢出来，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移交军检。这等于把舆论与程序的地基先浇好，等中共4中全会开到处分环节，中央委员们只能顺水推舟举手确认，想翻案也晚了。虽然程序违法，而中共4中全会公报当天仍然写进了对涉事人员的处分确认，同一份公报也把到会人数定住，中央委员168人，候补147人。这个出席数字本身就很不寻常，因为名单原本更大，等于有一大块人不在场。除了个别人请假之外，这么重要场合的缺席，通常是当事人被查落马的前奏。从中共4中全会的公报结果面上看，中共军委副主席确定由张生民出任，他原本就是军委成员、军纪委书记，这回等于从抓人那位变成2把手，而跟张又侠同样上过战场、情同兄弟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没有被提升。更微妙的是，军委的椅子还是没坐满。中共的军委通常是7人编制，这一轮大清洗把席位打空了几个，4中全会只把张生民补上，整体仍是7缺3。中央军委委员依然是习近平、张又侠、刘振立、张生民，而原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何振东和李尚福落马后的空缺并没有补齐。这代表什么？代表两边都暂时塞不进自己人，只能维持现状。金融时报指出，军委席次缩减至仅4人，显示权力结构失衡，指挥链出现空白区，并形容这是习近平自上任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中整肃之一。此外，《华尔街日报》在同日报道中称，这场清洗削弱了中共军方决策的层级稳定，而彭博社指出，军委人事空缺与党内低出席率反映内部权力紧张。网民昭明观察室在 X 平台表示，中共4中全会没有增补任何军委委员，只是晋升张生民为军委副主席，一是说明张又侠以3-1牢牢控制着军委会，二是张生民因法办苗华、何卫东、何鸿钧、林向阳等人窝案而立功晋升。昭明表示，总的感觉中共4中全会打一平手，习近平以承认开除习家军党籍为代价，换取战不退位，把习张矛盾延迟，择机再战。再看政治序列，照惯例，军委副主席通常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这次公报没有同时宣布张生民进入政治局，显示只补军委不动政治局。这种断开的升迁，很像一个刻意维持的平衡姿态。外界传了很久的汪洋、胡春华接班铺垫，这次没有踪影。李强任军委副主席也没出现，
最权威的仍是看公报本身，但公告写的只是权斗暂停的结果，并不代表较量过程中的爆料带风向是假的。那确实是中共权斗你死我活最真实的嘴脸。把以上几个动作拼在一起，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通报将9名上将实锤在前，逼中共4中全会走程序性确认。这一步属于张又侠军方体系的先下手为强，但是习近平保住了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在这一役交出军权的形式地位。军委只补一席不补全，政治局也不动，说明双方都暂时没有能力用人事大补齐来锁死格局。换句话说，这局的结果不是谁把谁压死，而是彼此都留下下回合再谈的空间。市场派、观察派的外媒也大都把张生民的上位解读成反腐清洗军队的延续，与军委暂时失衡的并存。清洗更狠，但权力重组还没尘埃落定。中共4中全会后的权力走向，表面按兵不动，暗里仍在拉锯。如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和社会各阶层巨大的反对声和压力之下，依然保住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会主席3大最高权力。习近平本人的逻辑很简单，他自上任13年来，他整肃了从红二代及党内各派系的人，得罪了很多人。如果一旦他下台，他及家人的身家性命就可能无法保全。为了自保，只要人在位，体制成本再高，政治争议再大，也得撑着。但问题在于，军委缺员，军中高层连环整肃后的人心与节点，他未必真能拿回军队指挥权。从结果看，这轮全会虽然补了张生民，但既没有补齐军委，也没带动政治局席次的同步调整，更像一个止血包，而不是彻底重组。也有人研判，既然常态治理的动员与服从出了问题，下一步可能把盘子推往战时法律框架。只要把国家推进准战争或战争状态，比如对台动武、军令与社会动员，就能以战时规则优先，权力也更集中。这种判断的出发点不在军事能力，而在政治治理逻辑。战时环境能压住换帅声音，把分歧暂时封箱，代价也一目了然。地缘风险直线上升，外部联盟更快成型，军中承压最大。这类推演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连串高层军事人事震荡，已经让外界质疑指挥链的稳定性。任何冒进都可能把军心与战力推向反效果。原中共海军中校姚成认为，习近平整肃军队，把军队搞得一片混乱。现在他是军权旁落，他下的命令在军中也无人理睬。张又侠在那里挡着，他很难受，他不会甘心，一定会再去抢夺军权。方法就是重新开始清洗，包括反习派的胡锦涛、王岐山、温家宝、张又侠等人，在军中的老帅们，像张又侠等，也不再能接受习近平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那就会发生刺刀见红，甚至血流成河，最后导致党政军互相决斗，党内分裂。另一派看法则相反，既然这次中共4中全会没有按照惯例出现像胡春华或者李强这样的文官进入军委任副主席，作为提前2年熟悉军务以便接班的安排，那就意味着短期不设接班梯队，以现有班底撑到中共21大，习近平再寻理由续任。能支持这个说法的也是几个硬点：最高位未动，只做最小幅度的人事调整。4中全会文本延续2个确立、2个维护的政治表述，整体语气没有降级迹象。从公报与实际安排看，无论是中共元老张又侠还是习家军，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统治的手段不同，利益不同。他们都在力保共产党、力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权力争夺。中共这套集权体制不愿也无力用制度化方式消解危机，只剩选择性信息发布加维稳语言维持表面平静。会前重拳清洗，会中有限补位，会后继续官员缺位。
这3件事同框，传递的是治理工具箱越来越窄的讯号。最后回扣到这次全会的关键细节：一、张升民升副主席，但没有同步补齐军委，也没有政治局席位配套，形成副主席非政局委员的罕见剪刀差。二、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中央候补委员的出席率只有约82%，这么低的出席率本身就反映系统性波动。三、军中9上将被查案在4中全会前定调，等于把会内阻力降到最低，也把先公告后追认做成新常态。换句话说，中共4中全会给外界的讯息不是终局，而是延长赛。最高位按住不动，军委只补1人，整体仍缺口巨大。会前大规模军安压场，会中把手续走完，权力在拉锯，风险在累积。下一步每一个人事调整都是压力测试，也是新一轮较量的哨声。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